大家好，我是云飞。小米澎湃2.0应该有蛮多小伙伴都收到了推送，我也用了蛮久时间了。那么它对比1.0的更新有哪些内容呢？哪些东西变好了，哪些东西变差了？我们就来出一期视频来和大家聊一聊。更多的是从我们日常使用里面出发，那些使用频率不太高的我们就不看了。那么就重点来说发布会没有讲的那些小改变。我会直接把小米14、14 Ultra、15放在一起来对比，其中14 Ultra 是澎湃1.0的最后一个版本，14是最新的内测版，15是最新的稳定版。那么记得点亮收藏，我们开始正片。首先我们来看看新增了很多动态锁屏的一个效果，这里我就直接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它的官方锁屏了。这里我就直接给大家看小米14和15的一个锁屏的一个比较啊。来，我们先看它们的锁屏样式，这是14，这是15。它这边有非常多个动态的，我们就先看一下它动态的是个什么效果。真的很不错啊。然后它除了人物影像，它还有一些经典的风光。然后这是它经典风光的一个所有的，然后下面就是一些东方美学。啊，这都没什么好看的啊，都不是动态的。然后我们的14它不也升级了吗？14升级了，它是有一些区别的。就比如说人物影像，它这里是没有那个动态效果的，就是怎么说呢，就很奇怪啊。14的性能应该也不至于那么差啊，它就是没有。所以14它也是有这些壁纸，但是没办法用动态的。然后我们可以来看一下14 Ultra 的，14 Ultra 就还是那些澎湃1.0默认的锁屏啊。你看1.0它是这些，确实2.0的要高级很多啊。第二点不太一样，且我不是很能理解的是它们状态栏的一个区别。接下来我要说的是小米14的澎湃2.0和15的澎湃2.0有一个我不太能理解的一个区别啊，就是它们这个状态栏的一个区别。状态栏字体这一块，小米14我是更喜欢的，它是会更小那么一点点的。而小米15呢，它的这个状态栏它是会更拥挤一点，这就会导致15如果这边再有一个什么通知之类的，就是我们这个网速的显示，它就会直接被挤掉嘛。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这个的，希望这个字体可以调小一点。现在这里是有一个勿扰，然后铃铛，然后这些我们可以看到小米14这边它是有一个明显的位置，我们还是可以用到的。但是15这边它就已经是拉满了，然后我再把这个位置信息开一下，没了。所以我还是希望15这边可以稍微小那么一点点。然后就是对于小米14来说，据说它的功耗会增加，给本就不富裕的续航再来一刀啊！这个我目前都是在使用15，暂时没有办法给大家参考。大家14升级了的可以来说说你们的续航变化。然后就是关于两个系统的一些使用的区别，一个是最明显的点，就是负一屏之前不是会卡顿一下嘛，现在澎湃2.0是完全不会卡负一屏了。然后就是动画它会更细节一点，更灵动一点，这个大家都知道，我就不过多的重复。接下来就是一些 APP 的实际变化，也就是我们日常会体验到的一些功能。首先是日历视图的变化，这是他们日历视图的一个变化。首先这一块其实区别不大，拉下来，拉下来，拉下来，其实区别也不是很大。但这边我是加了一个周数的显示啊，然后它主要是多了一个商日，就比如说这个。它是一个商日的一个视图，这是澎湃1.0，澎湃1.0是要在这上面切换，年视图是这样子，月视图是这样子，然后周视图是这样子，然后3日视图是这样子，然后日程视图是这样子，它是这样的一个区别啊。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澎湃2.0的，它是这边会多了一个月，然后3日是这样子，然后还有个台历，台历这边它就会
显示一个比较好看的一个这个壁纸嘛，这个我个人是挺喜欢的。然后这3日使用频率也更高，然后这边没有了那个年视图、周视图，然后这边的是一致的，什么搜索日程、日期跳转、日期推算设置，这些都是没问题的。这个是我觉得为数不多它改的比较 OK 的一个地方啊。接下来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小米天气 APP， 然后就是关于这个天气界面，天气界面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了。你看这个天气效果啊，那现在是在下雨的，然后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这个是14 Ultra， 然后这15这边的动画效果是明显的比14和14 Ultra 要好，然后14的话又比14 Ultra 要更好，这个是澎湃 1.0 啊。这两个都是 2.0， 然后15这边动画效果明显是开足了，大家可以看到下面这一些它都是有那种窗户边雨滴的那个效果，然后我们14的话它是只有上半部分这里会有雨滴的效果，所以这一块其实还是有蛮大的一个区别的。然后咱们14 Ultra 的话，上面有一点这个雨水打落的这个效果。时钟 APP 也有做部分的改变。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他们的时钟 APP。时钟 APP 首先在闹钟界面，澎湃 2.0 它会显示多少分钟之后我们会响铃，而澎湃 1.0 它应该是没有这个效果的。比如说我这里开一次，那你看15个小时之后。然后这里是14个小时之后，然后这里是直接显示在下面嘛，所以还是会有一些区别的。那我们看到世界时钟，它也会有一点点区别。澎湃 2.0 它是直接这里多了一个时钟的显示，然后这边我们也可以拨动它。那这个它其实也可以拨动，但是这个动画一个是在下面，一个是在上面，所以。2.0 它真的是各方面的动画效果都是放在比较明显的位置了。然后秒表这个倒是没有什么区别啊，区别不大。然后计时，它们计时界面还有一些区别的啊。你看计时界面15这里是有4分钟、20分钟、15分钟、30分钟、1分钟这一些预设，然后14这里是只有一个10分钟的预设。就是它们之间这个还是有一个区别的，而且14和15它其实也是有区别的。然后像澎湃1的话，这个14 Ultra 它其实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它这里就没有一些快捷的东西，这还是对比出来了很多一些不一样的细节啊。笔记它也多了一个 AI 创作的功能。然后对于我来说，澎湃 2.0 它在笔记界面它也是多了那么一点点东西的啊，就比如说这个14和15，它这里都多了一个 AI 的图标，然后我们可以点击一下它，它是一个 AI 写作，就比如说它这里有3份，生成旅行、出行清单、年会发言稿、健身计划，那么我们就可以来试一下这些 AI 的功能，看它有没有什么区别啊。我要写一篇关于澎湃 1.0 和 2.0 的一个对比，你给我生成一个需要对比的选项。OK， 发，然后他们就在生成。哟，他直接帮我们把这期视频的一些我没有写到的点，他直接给补充上了，这个还是挺好的啊。他们之间还有一点点小区别呢，你看，小米14它是性能，那这里是用户界面。哦有。这一块其实对于我们手机的写作来说是真的非常的方便啊。1.0 它就没有办法，1.0 它直接就没有这个界面，我们就只能这样巴拉巴拉自己去写。这一块是确实挺好的，我也是第一次用，挺方便的。而小米相册是从3个大功能变成2个了，接下来就是吐槽和如何补救小米的一个相册啊。然后我们终于到了今天的吐槽点了，就是咱们的这个相册。相册这一块是真的，我是没办法再多说什么啊。它是把原本澎湃 1.0 的3个大功能组件改成了2个，就是把后面2个集合到一起了。我们看一下啊，然后你这边就会有一个区别。你看，原本我们相册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这里有全部相册，然后收藏、相机、视频、截屏、录屏，然后智能相册，然后这下面有我的相册，然后一些文件夹嘛。然后这边我们要去找这些文件夹，真的是巨难无比。我们要点到这边去，然后就是增加了我们的一个菜单的层级，原本它是属于2级菜单的，然后现在变成了3级，所以整个就
增加了我们使用相册的一个难度，而且它没有事先跟我们沟通好，直接就是一刀切，直接就从这个变成了这个。我个人来说，我是不喜欢的啊，而且在这边它也并没有一个回到上一个版本的一个选项，因为我们出厂就是这个嘛。那么大家都说难用，那有没有什么办法稍微让它好用一点？我这里就是告诉大家一个隐藏的技巧啊，我待会来讲。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界面，这个日视图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但是它默认的话，它是一个这样子的视图，就会小一点嘛。然后大家看我的操作应该就已经明白了，我们直接这样放大，它就可以看到今天、昨天，这个逻辑应该是大部分人都知道的，但我还是以防万一，还是跟大家讲一声，避免有的人他并不知道，所以他一更新就变成这样子了，所以会压根就找不到昨天的照片在哪里，所以这个我还是多啰嗦一句。然后我们到我们的2级菜单里面，就是这个，总的来说就是推荐吧，推荐这一步。然后我这个原本的就拿走，我告诉大家怎么去调整它。以我们的小米15为例，它一开始的话，它就是顶部是一个那年的今日，然后第2栏就是人物，第3栏是相册，然后后面是旅程、时光什么的这些智能添加的东西，然后下面是创作。这个创作我倒是无所谓，但是上面的这一部分其实不太符合我们个人使用习惯。就比如我来说，我们需要相册在最上面，然后人物什么的其实是次要的，对吧？那么我们可以拉到它的最底部，它这里有一个隐藏的比较深的自定义，点击它，那相册、人物、旅程这些，我们必须是把相册移到前面，然后我们勾选它，它现在一些我们的这个相册，它就已经移到前面了，这是比较符合我们一个使用直觉的办法。但是那年今日没有办法关，这个是很恼火的一个事情啊。那么到这一步，其实还是有很多东西我们使用的不太习惯，就比如说，因为我经常会使用我们的小米15或者我们就是正在使用的那一台手机去拍摄视频，那么我每一次都要去找，那我就很麻烦。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视频给直接置顶了，置顶。它在这边就会有一个置顶的，我们直接点进去，这里就是有我们的视频。那么在这一块，我们就是有一些可以操作的门槛了。就比如说我找一个我们会使用到的一个相册，就比如说这个之前我下载的一个东西，那我们把它给置顶，那么它就是在这里了，那我们就可以直接点进去。然后这边到这边，它依然是属于一个2级菜单，其实这就是比较舒服的一个逻辑了。但是它把这个功能藏在最下面，藏得很深，所以我们其实并不好去使用它。那么我们取消掉，移除置顶，这也是很方便的。然后那年今日，我想，但能不能关掉，真的很烦。并不是需要每天我们都要看到这个那年今日，你可以放到不那么明显的地方，把这个置顶往上移，其实我也觉得是 OK 的啊。那么它还有一些更新，我就直接用14U 和15来做一个对比。就比如说这里它上面的这些功能，它这里是有一个释放空间和最近删除，也就是我们那个回收站的功能。回收站它是直接放在了这边，你看回收站最近删除，它其实是就改了个名字嘛。那这边会更稍微的方便一点吧，因为回收站的这个概念不一定是所有人都知道的。这里就是跟大家再说一下这个相册的这个问题。小米的录音机现在也是变得更好用了，直接就可以生成录音内容和角色。然后它的这个录音机它是也变得更好用了，这是1.0的，1.0的我们就直接只有这个。然后2.0的话，它是能够 AI 识别我们的声音，并且它这里有显示到讲话人1、讲话人2之类的，但是我实际测试下来，它讲话人2它并不能很好的识别出来。就比如说我们现在邀请我的小伙伴随便说一点什么，1234，1234，能识别到我吗？好，现在它识别出来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是15啊，这是14，所以这个15的话，它这里为什么不对？所以14的话，它这里为什么显示的不太一样？感觉有点小问题。所以说14，它这个澎湃的内测确实还有点小问题啊。然后它正常的情况下，它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它是可以识别到我们讲话人1、讲话人2，
然后我们再试一下它讲话人2能不能正确的识别到。喂，能识别到吗？好，它这里能够识别到，就还是挺好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小米14的话，它这个 AI 识音它并不能长时间的识啊，所以还是有点奇怪的。它刚才应该是失败了。小米15的话，它是 OK 的。这是它们一个巨大的区别。录音机这一块，我觉得它这个15澎湃 2.0 的这个感觉，确实是我们需要用到的一个录音机。就比如说我们记录会议，然后录课之类的，这都是很好用的一个东西。好，然后它保存好了，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是能够 AI 识，然后不太一样，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14的话，它这里是没有转录好的；15的话，它是直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说了一些什么话。然后澎湃 1.0 的话，咱们这个14 Ultra 嘛，然后这里要选择转文字嘛，所以就会多一个步骤嘛。然后我们可以重新转录中文，然后这个声纹是什么东西？显示声纹，显示文本 ，OK。所以我觉得，还是14的内测还是有一点小 bug 的。之前我也吐槽过小米平板小窗的一个响应速度，老让人觉得慢一拍。目前改进的是更迅速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们几个拖动的一个效果，这是15的，你看，非常的迅速。然后这是14 Ultra 的，都不用跟大家对比了，就直接就能看出来，对吧？15，然后这是14 ，OK。然后我们这两个，我看一下能不能同时提出它啊。所以澎湃 2.0 相较于 1.0 它的升级其实还是蛮大的。1.0 我感觉很多这种问题之前我也吐槽过然后这个平板上面的也有了比较大的更新啊，就是平板上面我也升级到了 2.0，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平板的一个拖动的速度，就比如说这个，那现在也是很跟手的一个状态。开个这个吧，那小窗目前来说也是很跟手的一个状态。之前 1.0 的我也给大家放一下，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啊，这个提升是真的很大。WiFi 界面除了点击出现2维码 ，2.0 还会直接出现密码，给了我们输入密码的一个选择。之前如果要给别人的电脑连接，还要用另一台手机去扫描，这一改变就是挺好的。然后就是一个 WiFi 界面的这个分享，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14，这是14 Ultra， 这个是15。这边它是多了一个密码，然后还是挺好的。然后就是小米15的一些独占功能啦。14目前通过 2.0 的更新，它并不能直接获得的一些功能的下放，目前还是仅限于小米15。小米15它有街拍模式了，然后小米15它是有一些变化，在拍照这边，15的话这里是多一个街拍，这个是和14 Ultra 的街拍是一样的。当然，我们这个小米14也是升级了澎湃 2.0 啊，但是并没有一个街拍的功能，所以怎么说呢？小米的这个街拍模式肯定是下放到了15这一块，但是并没有能够下放到14这一块。小米15的专业模式里面的色彩风格预设，我们可以和小米14一样设置很多个。然后在专业模式里面，咱们这个拍照也是会有一些区别啊。然后大家可以看，这是我们14的一个细节质感，就是有一个影调、色调、细节质感。然后14 Ultra 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影调、色调、饱和度、细节质感。然后15这一块，我们也可以看到对比度、色调、饱和度、锐度。怎么说呢？就是一个饱和度的调整，我就想不通为什么不能够放到14上面啊。当然，这也有他们的考虑可能啊。反正这个区别我是告诉大家了。然后就是极速扫码，这个在15的设置里面可以开启。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使用体验。然后是他们的一个极速扫码的一个功能。
在更多设置，主动视觉感知这里，更多设置，它这里是没有主动视觉感知的。小米14是没有这个功能的。然后这个功能开启的话，它是可以微信快速扫码。这个我给大家演示一下。那就比如现在这里有一个码，我们手机过去，它就会自己跳过去。那就是这样一个情况，确实挺好的。最后就是和苹果的互联，这个我们实测 1.0 的14 Ultra 也是可以安装的，但是不会显示对面的具体型号，15是可以显示具体的型号。那么最快的速度是我体验过的100兆以上，确实是非常牛的。而且这个体验其实是和苹果互联差不多了，甚至在一些方面都比苹果的还要好，这就是挺离谱的啊。那就比如我们现在正在使用苹果的13 mini 拍摄了我们刚才这些所有的片段，那么它现在正在隔空投送到我的 MacBook Pro， 然后我这才发现它的速度竟然只有20兆，是真的不如小米哎，而且苹果的隔空投送还经常会有问题。好，我们现在安卓这边小米15我们也是搞了好多素材，然后我们发送到我自己这台 MacBook Pro 上面。那我们看这里有 MacBook Pro， 我们点击，等它准备一下文件。好，现在正在发送，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速度，70多兆、143兆、150兆，这个速度是真的比苹果快得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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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而且它还挺稳的，你看现在是80多、70多。说实在的，这比苹果13 mini 的要好上太多太多了。那16个文件马上就传好了。然后我不是经常使用小米14 Ultra 拍摄视频嘛？那么我们现在拍摄好了刚才这个素材，我们发送。目前来说，小米14 Ultra 的澎湃 1.0 系统它是没有办法识别到哪个是苹果 Mac mini， 哪个是 MacBook Pro， 所以这就是有一个小问题。然后我们看一下，只能是猜一下。这个不对，我传到另一边了，所以这是一个小问题。但是对于大家来说应该不是问题，大家应该不会像我一样有好多台设备。我们要传第二个它这里就出现了。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体验对比。总的来说，澎湃 2.0 的升级还是很大的，但是在相册那边我是想不通为啥要学苹果，啥都学，希望后面可以给我们一个选择吧。一刀切我是觉得不太合理。然后就是一些功能的下放，我觉得也是可以有上一代的旗舰，不然1年就落后了，就挺夸张的。好了，这就是本期的澎湃 2.0 体验对比澎湃 1.0 的分享了，希望你能够喜欢。最后也来说你的看法吧，如果有什么想我测的产品，也欢迎留言。我是云飞，记得点赞收藏。那我们下视频再见。